来，新玩具。今天咱们来玩52 Toys 的这一套新的飞机，2个。这一回的盒子是非常大的，相比起52之前的一些产品吧，这个确实尺寸挺恐怖。透明的窗户里边2架飞机跟上面并排摆列着，后边有一张背景卡，也是像一个大桥一样的格纳库里边准备飞出去的跑道一样的东西。这里是合体以后的展示，背后的样子，2个匣子变成2架飞机组合成人形的这么一个演示。其实这一套可以拼出来更多种的样式，我们一会儿实物来看吧。来了，这回就是它的匣子形态了。我现在先装在了匣子里啊。2个匣子也是可以互动的，可以左右的插合，上下的插合，你想怎么拼都可以。好，然后咱们进行开匣。万能侠系列还是和猛兽侠有点不太一样的，这个系列里边很多都是一些机甲类的风格吧。其实可以跟这么看吧，这2款的变形思路大部分都是这种菱形的中缝式展开，而且每个面其实密合的都很严严实实的，这个包裹的性质很好啊。再有就是这回的卡扣设计也是那种环环相扣的维度咬合，所以这个匣子不会散掉。身上带的导弹也可以一起搭载在里边，很漂亮。而且这回涂装了，像这些飞机身上的彩色条纹刻画了，还有这些文字的一页了什么印的都特别的细致。料子也是挺柔韧的那种吧，因为这个飞机身上有很多细小的卡克，所以用了一些韧性的料子，挺不错的。咱们一个一个的来看。首先这个飞机，我们先从中间这里有左右搭合的卡扣把它掰开，掰开。然后这边左右搭合的卡扣掰开，全部卸松，打开这里插合的一个扣点。哎，我们把这一片展开，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接着看这个地方搭点的扣子，2个左右夹着一个45度的扣子，再延展开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根部往下折叠，折成这个样子了。后边这一块双段关节往前扣，扣过来以后这里有一个卡扣把它结合上，然后尾翼打开，斜着一点吧。前方这里的机头，机头的这一块变形的时候注意一下，它机头其实是2节的，前后2节。我们把这一块先挪开，然后把这个压翼勒起来，双关节腾开，接着这里连接的卡扣再拆开，一个 Z 字折叠，往后拉，拉到后方这里，再把卡扣这里结合，上下都有，把这些插死了。插死以后，机头再往下翻，这2个扣子左右搭边的这2个插槽插的是特别的紧的。好，然后一个 Z 字折叠，把后方这里透明的机舱盖再盖上，机头就有了。翅膀的部分我们旋转一下，把这块转好，一片一片的来吧。这个卡扣先不要打开，然后打开这个卡扣旋转，旋转过来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小细节，从这里翻出来一片钩子，这个卡槽是要结合到这里来固定这个转轴，让它不乱动了，就掐死它。看看，把这个小角角转过来，然后把这一块顺着这里转，转动的时候注意这里有一个小扣子，也是旋转方向折叠。
这块小三角折进去，另外的一边也是，先转出来，然后记得这里有一个小拨扣，把这小拨扣打出来，然后顺着这个关节撇过来，跟这里插合套进去。接着小三角往里折叠，往这边扣，扣过来以后，这个卡槽钉上，另外的一边卡槽也插合，这个小三角折下来变成记忆的尖儿。这一块旋转的时候，看看这里，这儿有一个小卡扣，折一下，然后把它的起落架扣出来。哎，另外的一个也是中间这里先拆合，左右都打开，中间这里有咬合的很多片片的缝隙，前方这里跟这个地方的小三角结合，打开，打开，哎，然后把这两片撩开，打开这个空间以后往起拉，关节处避让开，旋转，然后双关节往下放，中间就可以并起来了。并起来的时候注意下方这里有个片啊，打开它，因为这里是一个搭钩，把这搭钩跟这么套合，立正。后边的这一片先放好，机头卡上，这两片再填回来，把这个关节挡上。好。接着我们看从这里开始拆，下方这里的卡扣连接处打开，然后旋转，这里是两段关节，先把上方的这段折下来，再左右旋转，打过来，然后这里双段关节再折叠，把这个卡扣结合上。好，看看哪一面是正的，折成这个样子。对，这面。转过来，然后下方打开这两片的时候，这里出现两个钩子，把这一片卡上。这一片撩开，拆开这个卡扣，这一片再往前对合，把垂直尾翼中间卡扣钉上，咬住，咬住，这一片立起来。先往后折一折啊，腾开角度，把这一片立好，最后再整理一下。这边立起来，扣出来，这个后边也有两个起落架，扣出来。这两架飞机就从匣子的形态延展开了，还是挺漂亮的两架飞机，而且尺寸挺大的，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很多，应该是比这款飞机比 D 级别的这个汽车变完了以后还要长很多啊。这个也不小，这个头，这造型也是很科幻的那种，非常带劲儿，流线型很好。
这一款这个天鹅颈这块的曲线做得很美妙，机身也是非常的纤细，流线型都做得不错。就是说，把两个方块同样大小的方块变成了两个不同大小的两架飞机，延展出来了以后，身上这些该有的这些造型还是做得不错的啊。这两款飞机做得挺好看。所以翻回来，咱们再说这个52 Toys 的这两个飞机啊，设计得很不错，挺好玩的。整体来说，我能挑到的毛病就是，第一个，人形合体的这个头雕如果能再美型化一点就好了。第二个，武器的导弹组如果能再多带几发也就好了。不过好在它的互动晚点多嘛，你甚至可以跟戴亚克隆去互动。而且驾驶舱这里打开以后，从这里稍微拉一下，下边是一个滑道抻长，大概看了一下吧，这个里边差不多放个戴亚克隆小人是没问题的，这尺寸完全够。还有这个也是可以打开的，这个里边应该也能放得下。看似这个地方空间不够长啊，其实前边的机头是空的，你可以把小人的腿伸到前方去。所以这两架飞机应该能和戴亚克隆互动，没啥太大的问题。这个飞机分成3部分。这个飞机分成5个部分，然后我来开始研究一下啊，在这里还有好多的连接器，好吧，这是它的一个说明书给的一个合体示意图，可以拼成这个样子，然后会带一个特别好用的起件器，如果你拔不出来呢，用这个东西去起件。这个太长了就。其实它就像戴亚克隆一样的玩法，你可以把它分成几个模块，来回的变形，然后再去来回的拼插，同时还有这么多的连接插装，大概有5个不同的接头吧，你可以自行的搭配，自己开发脑洞，自己想怎么拼就怎么拼，挺好玩的。合体成巨大的机器人形态，首先起落架收起来，压抑折叠卡死，卡进去。然后垂直尾翼从中间这里分开，这2片主机翼打开，往下折叠的同时，我们把这个角尖收起来，往上贴合，上半个往上贴，下半个往下贴。接着把这2个挂钩脱开，拖出，然后让开，把这一片折回来。中间这里再分开，把这挂钩分开，2片撩起来，腾开关节，这儿有一个活动的关节，我们把这一块立起来，横折一个90度下来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。M 字打开，把这2片夹成这样，接着我们把这2片就可以归位了，往回压一压，压瓷实了，扣到底。然后看看哪面，这面应该是正面，转它一下，这边是正面，转成这个样子，对。关节摆直，注意这个方向，就是有卡扣的这一块是朝前的，机头朝前，然后这2个灰色的引擎部分呢，相当于腿肚子是在外侧的。好，把这些卡扣都捏紧，然后开始拆分。这里脚尖儿这个地方一个 Z 字折叠倒到后边去，然后再旋转一下，这个应该是赛钢料子，嘎吱嘎吱的。
后脚跟这里就是有一片垂直尾翼的，它脚是这样立在地上的。接着我们把这个关节往后打开一点点，稍微的分开。另外的一边也是旋转，把这个卡扣稍微打开。这里呢，把这两片压翼先打开，然后往前撇一下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啊，往前弯，然后机头再往后180度折叠，翻下来。这个腹部非常像 VF 的感觉，这腿也像，整体的下半身来说跟 VF 的感觉很类似，尤其这个腰部让我想起来25系和29系的那种惯用腰。然后上半身先把这两片压翼倒下来，武器我们就放在这儿吧，其实不用拆它。我们先把两个胳膊做出来，首先把这一片旋转过来，旋转到什么方向呢？就把这打横吧，腾开空间啊，打横它，然后拆下方这里的卡扣，拆松，拉开，这个小角角折起来，然后直接打展。卡扣拆开，小角角放过来，打开卡扣，直接拉展。这一片其实我们可以一会儿再细调吧，调造型的时候再说。接着我们直接顺着这个关节拉开，打开成这个形状。其实如果飞机变成这个样子，也是挺唬人的，这个效果也挺好看。这块其实不用变了，我们把这里卡扣打松，又一个 Z 字折叠，拉松下来完卡扣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拆这个机头了，这块机头是特别的紧的，我建议是先把这个 Z 字折叠往后挪，腾开更多的空间。黑色的这两个杆子的下方，这儿有一个特别紧的扣子，打开，这个料子倒是非常有韧性的，插在这两边，开的时候要注意一下。然后我们把这块让过来，这个飞到哪？飞到这儿吧。贴成现在的样子，然后 Z 字折叠，再把这一块扣合，前方这里的卡扣全部固定。先这样，组合成机器人的时候是不需要额外再加卡扣的，直接从这里边翻起来这个插桩。然后就是感觉这两片手太板板了，我们再调整一下造型，这块立起来，然后这里边分开，这里有手指，3根手指捏成的这个大夹子，把这一片张开，另外的一边也是，这片立起来，然后3根手指。注意一下方向，这里边有钩子，把两个大爪子捏开。其实你说哪边当头好看呢？我个人感觉是，我喜欢这面当头啊，就这个后脑勺到后边去。你如果说这面再能刻画一张脸的话，就好看了。但是呢，它这回说明书指示是这边当头。合体完了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造型方面还是挺不错的，挺有那种科幻机甲风的味道吧。但是有一些细节的地方，我觉得还是有 VF 的那种影子，尤其腰部这一块、腿部这一块，跟超时空要塞一些飞机很相似。一个小方盒变成了2个飞机，2个飞机又能组合成这个人形，同时2个飞机也可以像大亚克隆那样子模块化打碎了，然后再拼成不同的飞机形态。可能说War Toys现在的这个设计思路发展方向就已经开始主打这种
互动的玩法吧，在玩点上边又多加了一些心思啊。而且这两款飞机如果从匣子形态变完了以后的样子还是挺不错的，涂装什么的很漂亮。具体有多大呢？所以我感觉这个玩意儿的身高和1:72的差不多吧，跟 VF 这边1:72的这个身高差不多。匣子同样的尺寸，还是这么大的匣子，延展出来的两个飞机一大一小，然后合体起来的身高差不多在 VF 这边是1:72的尺寸。整体来说的可玩性是非常高的，可以说它已经不是3遍了，匣子、机器人、飞机，甚至说飞机来回的拼插算3.5遍吧。在说明书上面还指示出来了不同的这种变形方式，甚至可以拼成这种陆地机甲模式，以及各种各样的，反正敞开你的脑洞随便拼插吧。但你翻回来想想，一个国产的原创 IP 能从一个小方块如今一直发展到今天，它从一开始的单一变形到了那种不同角度的拆分式变形，然后又衍生出来了套娃变形、零配件的完全收纳，再到后来巨大的组合体、2合体、4合体，再到后面整个的这个飞机的模块打乱了以后，戴亚克隆式的这种变形还有玩点的一些融入吧，我觉得现在的52已经走向了一个更高一点的维度。相比起他家曾经的那些设计来说，52 Toys 是一直在进步的，这一套飞机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转型点，很不错。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吧。